宝辉宝，今天有妈妈在给自己撑腰，虽然已经到下班点了，但姐妹俩一点都不慌，因为自己的妈妈还没回去呢。永宽面对这场面，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永宽就这样贸然地走进园区，先是尝试哄瑞宝辉宝下来，小零食吊绳用的次数太多了，现在已经不管用了。瑞宝只是给胡萝卜吃掉了，但并没有想下来。眼看姐妹俩不为所动，又开始将目标转移到爱宝身上。永宽拍打了几下独木桥，想着给爱宝唤醒。永宽一番操作，但对于下班一点进展也没有，还耗费了2块胡萝卜。永宽回去思索了一下，之后又2次来到园区。这次瑞宝给足了永宽面子，瑞宝是第一个从树上下来并走向永宽的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这让永宽今天的收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瑞宝一路跟着永宽来到了通道门口，之后永宽又在通道门口投喂了一块小零食给瑞宝。瑞宝这里吃完小零食后，便乖巧的回了家。眼看瑞宝已经回去了，永宽信心大增，乘胜追击。永宽继续用小零食诱惑还在树上的辉宝，但这次反而是惊动了旁边的爱宝。永宽看到爱宝动了，赶紧离开园区。永宽还是害怕，没有护栏，直接跟爱宝近距离接触。爱宝就这样奇妙的走回了家。此时园区只剩辉宝了，永宽3战辉宝，小零食拿在手，不断对辉宝进行着投喂。永宽也不白喂，一边喂辉宝的同时还要摸摸辉宝的脸。永宽用尽手段，依旧撼动不了辉宝不想回家的心。永宽挥手示意姨姨们可以早点回家了。之后，永宽坐在小亭子上，继续陪伴着辉宝，等待着辉宝从树上下来。让爷爷闪现在辉宝的身后，给正爬树爬到一半的辉宝抱了下来。如果再晚一点，今晚江爷爷以及另外14名饲养员将会又要回家的事。将爷爷从树上给辉宝抱下来后，直接一路抱到了通道门口。早上江爷爷还以为最头疼的会是瑞宝，因为瑞宝又不想去室外了。瑞宝感觉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很舒服，而且通过观景竹叶的晃动，姨姨们也能看到空调的出风量，这让瑞宝在室内园区待着哪也不想去。但当辉宝出门后，才明白原来辉宝才是最令人头疼的。起初江爷爷只用温柔的话语哄着辉宝，甜蜜的话都偷偷背着瑞宝对辉宝讲了，而辉宝也在爷爷的甜言蜜语攻势下，内心的防线开始松动。辉宝这时小手已经开始下来了，但当要迈出小脚时，辉宝却又收了回去，重新躺了下来。江爷爷眼看空着手来，确实不太能成功，江爷爷便又折返回去给辉宝去拿小零食。当江爷爷第2次赶来时，辉宝就配合很多了，还没等爷爷开始哄辉宝，就开始从树上往下爬了。江爷爷在下面扶着辉宝，防止辉宝掉下来。看到辉宝下来时，又抚摸了一下辉宝，夸辉宝做得真棒。江爷爷一边加油打气辉宝，一边往下爬。就在江爷爷以为就要结束时，揉了揉辉宝，准备转头往回走时，辉宝这里转头又睡下来了。见状，江爷爷赶紧回来，抓住了刚爬到一半的辉宝，给辉宝从树上抱了下来，然后一路抱回了家。辉宝这体格子都快有爷爷1半高了，长得是真快啊！临下班了，瑞宝非要来妈妈身边挨顿揍才舒服。本来爱宝到了下班，奶爸不给自己开门，自己就烦，瑞宝还要过来凑。今天下班时间到了，爱宝就像往常一样来到通道门口，给奶爸敲门，喊奶爸给自己开门。瑞宝这时狗狗祟祟的在一旁偷看着妈妈，跑过来没事找事儿。瑞宝凑到妈妈身前，先是一阵乱蹦，挑衅着妈妈。开始爱宝对瑞宝这呆头呆脑的样子根本没有当回事儿，而是走去一旁打发时间，继续等待下班。瑞宝紧跟在妈妈身后，看到妈妈坐了下来，就开始咬着妈妈的皮套，扯来扯去，仗着妈妈不会真的动手打自己，不断欺负着妈妈。欺负完，转头就往树上跑。本来就烦的爱宝被莫名咬了一顿，更烦了，直接给瑞宝从树上拽下来，一路给瑞宝拉到了小亭子上，然后按在了身下，胖揍了瑞宝一顿。你说本来好好的，瑞宝你非要惹妈妈，这下跑不了了吧？瑞宝在爱宝身下喊得声嘶力竭，但爱宝丝毫没有要松手的意思。而此时，爱宝和瑞宝打斗的声音给辉宝吵醒了。辉宝坐起身查看了一下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紧接着又从树上滑了下来。瑞宝这里则一直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妈妈。很快辉宝也跟了过来，一家3口一起在通道门口等待着。而爷爷眼瞅一家3口集体不想营业了，还没等姨姨们走完，就给通道门打开了，让这一家3口回了家。天乐宝解锁了一个新技能，旋转式挠痒。而看到每天乐宝这开朗的样子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乐宝的精神状态领先我10几年。每天无忧无虑的状态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什么烦心事情都没有，而且还拥有3个孩子，孩子也不用自己带，有自己的妻子负责照顾着。
而自己每天只需要在自己这几百平的园区里快乐的活着就行了。每天都有人专门送饭，而且自己的房间也不用自己收拾，每天都有人固定时间为其打扫。活着就2个字，享受。乐宝吃着吃着竹子就躺了下来，直到给竹子吃到给自己盖满全身时，乐宝这边也吃饱了。接下来起身给自己做久了的身体活动了一下，然后将腿踩在小亭子的护栏上，翘起尾巴开始释放自己。释放完后躺下睡觉休息。乐宝还伸出小脚和姨姨们打了个招呼，这是在和姨姨们说午安。一会儿姨姨的时间到了，重新去排队。这次姨姨排队排了1个小时左右，等回来时乐宝已经睡醒了，此时正在树上给自己挠痒。而园区的通道门这时也打开了，乐宝的下班时间到了。乐宝让奶爸稍微等一下，自己的小脸有点痒，需要先挠挠。等乐宝给自己挠完痒，从树上下来，便直接走向了通道门口。但乐宝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在园区给自己释放了一下。乐宝从来不带着青团回家，这也是乐宝被称为宝家最爱干净的大熊猫原因之一。灰宝瞄准宋爷爷就冲了过去，想给爷爷来一个突然袭击。不过宋爷爷早就发现灰宝了，刚好手里有把竹子，宋爷爷顺势用竹子给灰宝挡住了。灰宝离宋爷爷的距离就差2寸，灰宝使尽全力，但灰宝就是够不着。由于灰宝太调皮，宋爷爷直接给灰宝挂到了树上，罚灰宝在树上罚站。这一下灰宝没办法了，一脸委屈的求爷爷放过自己。宋爷爷听到自己孙女的撒娇根本抵挡不住，便给灰宝放了下来。而随着爱宝这几天连续在室外园区营业，爱宝对在室外园区的生活是越来越自在了。爱宝在小木床上吃饱后，便开始在园区散步。室外园区不仅空间大，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。不过现在只是爱宝能出来玩，双胞胎还不能出来。晚上宋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，此时灰宝正在树上卡住了，一时下不来了。于是宋爷爷便趁这个功夫赶紧收拾竹子，不然一会儿灰宝给自己挣脱出来，爷爷的工作量就变大了。不过灰宝灵活的身姿没过一会儿就给自己挣脱了出来。灰宝上来就抱住了爷爷的大腿，开始跟爷爷撒娇，想让爷爷拖着走。爷爷一抬脚，灰宝摔了个大跟头。宋爷爷赶紧趁这个功夫收拾几根竹子。现在姐妹俩的体重已经快接近40斤了，力气也越来越大，有时爷爷让其抱住后也无能为力，如果让姐妹俩应激了，还会不小心让其咬伤。而灰宝一直捣乱，于是便给灰宝挂到了树上，让其自己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。灰宝被突然的挂在树上也蒙圈了，在树上一动不敢动。一会儿宋爷爷离开，爱宝走了进来。爱宝刚走进来就发现灰宝正在树上玩耍。爱宝显然不想让灰宝爬树，害怕灰宝摔伤，于是便打算给灰宝拽下来。灰宝犯的错只能由爱宝来收拾，别人都不舍得打。一会儿爱宝离开，灰宝又悄咪咪地爬了上去。灰宝真是人小鬼大。